做面时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发面，其中加酵母就是馒头的灵魂，它赋予面团生命和活力。但是只加酵母还不够，今天教你一招，10分钟发满盆，雪白又松软，简单还实用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俗话说，年少不知馒头好，总是面包和汉堡。相对于面包和汉堡来说，馒头是更干净的碳水，有利于调理脾胃，提高身体的代谢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我就喜欢上了蒸馒头。杯子里加入200毫升左右温水，温度大约在35度左右，加入4克酵母粉，1勺白糖，再加入1勺盐，可以增加面粉筋性，吃起来的口感更好。一搅匀后，打得用勺子搅拌至没有结块的状态就可以了。准备200克玉米面，放入大碗中。加入300克的开水，给它烫一下。重点来了，玉米面一定要用刚烧开的水烫，拿个干净碗，称好玉米面，边倒开水边用筷子搅拌，直到没有干粉。这一步特别重要，生玉米面有股粗糙的颗粒感，开水一烫，玉米的淀粉会糊化，不仅能去掉那股生味，还能让玉米面变得细腻。烫过的玉米面口感会更好，不粗糙不发黏。烫好的玉米面放到一旁晾凉，直到不烫手的时候，在里面打入2颗鸡蛋，倒入里面加入500克的普通面粉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再把调好的酵母水少量多次的倒入面粉里面，搅拌成面絮状。用双手反复的用劲揉面，大概需要揉20分钟，面揉得非常光滑，而且还不粘手，可以揪一点面放入手上，然后把面皮撕开。如果能撕成像纸一样的厚度，就代表面完全揉好了，此时不可以再揉了。如果不能撕成纸，就需要继续把面揉5分钟。接下来烧上适量的热水，水的温度不要太高，只要上气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在有热水的蒸锅中放上蒸屉，然后将面团放在蒸屉上糖发10分钟。10分钟的时间到了之后，可以发现面团已经糖发得特别好了。打开保鲜膜，将面团取出来。然后在案板上撒一些干面粉，将面团移到案板上。充分揉搓排气，这个时候一定要多揉一会，这样子做出来的面食更加的好吃，更加劲道。揉搓好后，整理一下。然后用刀把它切成大小一样的面团。再来揉一揉，揉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，谢谢大家了。把面团放入蒸锅里面，盖上盖子，再次醒发5分钟。5分钟后开大火给它蒸10分钟。
蒸好的馒头先不要着急打开盖子，停火时再给它在锅里焖上2分钟，这样子的面馒头不会塌陷，表面光滑。这样子做出来的馒头雪白松软，用手按压一下非常的有弹性。拿出来一个扒开，里面有着非常多的气孔，蓬松暄软，特别的好吃。北方人喜欢吃面食，馒头是家常最经典的主食。不过我家很少蒸白面馒头，因为白面馒头营养较单一，饱腹感差。每次做馒头，我都会加点杂粮面或者薯类，增加营养，还能丰富口感和色泽。大家分享小时候最爱吃的一款馒头，加了玉米面，包上自制的红豆馅，增香增甜，还能补充多种微量元素。发面食物好消化，适合大多数人吃，建议大家试一试。咬一口刚出锅的玉米面馒头，外皮微微带点焦香，内里松软的能撕成层，玉米的甜香混着麦香在嘴里散开，比白馒头多了份自然的清甜，老人孩子都爱吃。关键是粗粮能促进消化，比顿顿吃细粮健康多了。周末在家花点时间，给家人蒸一锅黄灿灿的玉米面馒头，配碗粥，加点咸菜，或者直接啃，都是顶好的。偶尔换换主食花样，日子也跟着有了新滋味。你平时做玉米面馒头会先烫面吗？下次试试这个方法，保证馒头松软不塌陷。快来评论区说说你的成果吧。无论做什么面食，发面都加1勺盐，试试口感吧。醒发好，醒发快，蓬松劲道，营养又好吃。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喜欢我就关注我吧，我们明天见。